世界哪有什么公平啊？开心点儿，臭小子！死胖子！活该呀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没有人？快来帮忙！喷雾剂的化验报告还没出来，到底是谁这么着急要干掉马山堡呢？什么？被泼热油的不是叫徐雄吗？是，但是马山堡当时就在这个徐雄身边嘛，谁敢说他们真正的目标不是马山堡啊？再说了，马山堡的身份一直都是保密的，告密者又怎么知道的呢？下面的人，上面的人也有可能。谁说保密的事就真的没人知道？总之，我觉得整件事很奇怪。哎，你别趟这趟浑水了，尽自己本分就够了。你也要保护好自己呀。现在马山堡就像一把刀，每个人都想利用它捅死对方，不死不罢休的。唐警官大驾光临，你不是有很多案子需要处理吗？你还是不是马山堡的代理律师？如果是的话，麻烦你回答我的问题；如果不是，我就不浪费你的时间。你说吧。你知不知道你接受媒体的访问会暴露马山堡的身份？我从来都没有提到马山堡这3个字。但你有说过他是旧城区的人。马山堡有没有和你提起过？他牵涉一个交通意外肇事逃逸的案子。我没有必要向你交代我和我当事人的对话。你可以不说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那个被撞成重伤还在 ICU 昏迷的人，叫做韩刚，是韩奎龙的大儿子。你知不知道警方用尽一切方法封锁消息，你一个访问全部都曝光了。我只是在陈述事实。他叫徐雄，是旧城帮戚长荣的人，被人泼热油的时候，正好就在马山堡的身边。警方不排除他们真正的目标就是马山堡。什么人干的？警方对马山堡执行保护性拘留，已经将他转去担任牢房。如果你还坚持一定要保释他的话，就没有人可以保证他的人身安全。你好好想想。马山堡，为什么不吃饭？向大雄泼热油的是什么人？还用问？
当然是韩家的人，他们和旧城帮一向不和，大家都知道。不过这次下手确实重了一点。你自己也是旧城区的人，要小心一点啊。我的律师有没有来过？没有。我要打电话给他。你好，这是周洛文律师的留言信箱。你好，这是周洛文律师的留言信箱。我现在不方便接电话，请你留言。保护性拘留，为什么不直接叫那个律师闭嘴啊？我们这么做和韩奎龙有什么区别？胡 Sir， 我们不可以像达 Sir 那样袖手旁观。现在徐兄和韩刚在同一家医院里，我们不想办法的话，随时医院变战场。进来。头儿 ，Madam， 你们最好出来看看。头儿 ，Madam， 头儿，这是什么？戚长荣送过来的，不知道他什么意思。很明显是用来拜祭的意思。嗯，徐雄是他的人，他在向我们示威。不是，他要拜祭的人是韩奎龙。麻烦阿 Sir 帮我送给韩奎龙，既然他对热油情有独钟，我就请他吃油炸猪头，礼尚往来。这戚长荣会不会太嚣张了？这样分明就是挑衅。不如扔了他吧，太不吉利了。不能扔，人家一番心意，怎么能白白浪费呢？你要去送货？既然是为韩奎龙量身定做的私房菜，当然要趁热送过去了。猜到你们会来，不过没想到Madam会亲自过来。吃，人家一番心意。要麻烦Madam替那只疯狗送外卖，你不怕别人说警黑合作吗？就凭一个猪头？难怪你凭一通匿名电话就要泼人热油了。哼，教不出人，下次可能就不止泼热油了。你大儿子又没死，捡回一条命了。坐下。现在他和死了有什么区别？我知道你们找到疑犯了，我也知道你们手上有个在现场找到的喷雾剂，是吧？哎，不是势必要你说，就算你不说，我一样可以找到的。那我也可以随便的指一个旧城区的人出来说是他干的，然后看着他横尸街头，你高兴了，我又可以销案，双赢。但是你知道我不会这么做，我不是那些被你用钱收买的黑警。我就知道Madam来这不只是为了送外卖啊！这个案子我一定会查，但是我需要时间。好，你慢慢查，只要你一天查不到，就要每天去收尸。
这点婚事，庆祝儿子。听说你的小儿子韩烈回来了，怎么？老爸坐牢，大哥昏迷，换他出头了？兄弟情深，人之常情。还是父子情深，他陪你进来坐牢？你有证据吗？按照你们的规则，要什么证据啊？我说有就有。不过我知道，韩刚才是你的接班人，在你的心目中，保住大儿子才是最重要的。开个价。这个案子我们一定会查下去，但这段时间你别耍花样，你外面的手下也不要乱来，尤其是你的小儿子韩烈。我向上级申请了批文，你可以出去探望你的大儿子一次。2次。老韩，猪头好不好吃啊？喂，西塘荣，油不够热，皮肯定不够脆。那我下次炸脆点。你给我闭嘴！你给我站住，别动！走。抬手，转身，转身。你说，大雄弄成这样，跟你有没有关系？你叫我去劝说阿宝认罪，你说那笔钱是用来买他坐几年牢的时间，原来你买的是阿宝的命。什么钱？大雄出事的时候，阿宝也在旁边，下一个出事的不知道会是谁。
小雪说的钱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找了最好的医生，大雄一定会没事的。他不知道我们大雄得罪了谁啊！你放心，大雄是我兄弟，也是我亲人。阿宝也是。你们有什么事都可以跟我说。旧城区有我戚长荣在，一定会有仇报仇。你快告诉我那笔钱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给小雪钱？那些钱是哪里来的？给了多少钱？啊？老公，我很害怕。我们两个还在那么小，我很害怕戚长荣。我知道，我绝对不会让你们有事的。我现在更害怕你出事。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阿宝为什么会被警察扣留，不给保释？你和秦法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你说啊！谁呀？秦法官，接，接呀！好，你不接我帮你接。秦法官，准备上庭了。嗯。我大哥好点了吗？没有明显的好转，但幸好也没有恶化。不过长时间躺着，他的肌肉很容易慢慢萎缩。你有空可以帮他按摩一下他的手和腿。让血液循环起来会好一点。我真不习惯我大哥这个样子。以前他出去打架，不把所有人打趴下，他绝对不会停手的。打群架不用说的那么威风。你不怕我吗？有什么好怕的？那你为什么不敢看我？喂，一个3明治，哦，还有，再要一杯
珍珠奶茶，请你喝的。之前误会你了。你这种人，是不是不会道歉啊？是不是要我说啊？我不喝奶茶的。那就倒了它。送出去的东西，我不收回的。喂，请你喝。谢了。没有吸管。岳少，你的3明治。哎，那杯奶茶呢？你先出去吧。哎。我现在刚从医院出来。一伟啊，这2天你先去外婆家里住。怎么了？因为我最近有些忙，你去她家住，有人照顾你，她家离你学校又近。早，秦法官。唐督察。方便进去说吗？请进。早。报案中心那边有朋友通知我说，你们昨天晚上曾经报过警，我帮你查过了，应该是有人想入室盗窃。我们已经加强了附近警员的巡逻。麻烦你了，还要你亲自出马。我有点担心上次炸弹惊魂那件事，他们还不死心，所以第一时间帮你处理。总之，最近你们出入呢，自己小心一点。你还有别的事吗？我赶着送他上学，如果你还有事想问的话，随时打给我。好，注意安全。拜拜。教练，对不起，因为我的事连累你了。没事，事情过去了，别再提了。我是因为不开心所以才喝酒的。我很想念我妈妈。
我也是来自单亲家庭，我知道你妈妈去世了，但这不是你喝酒的理由。不是，不一样。我妈妈她是自杀的。喂。阿宝被他们换去担任牢房，不知道是想保护他，还是想对付他。你冷静一点。我怎么冷静？我怎么跟他家人交代？我们没有退路了。我觉得自首，可能是最好的办法，还能挽回。No， 绝对不能这么做。如果你这么做，真会害了他，也害了你。昨天晚上，有几个陌生人站在我家门口。是什么人？我不知道，我走出去他们就走了。不过我怀疑，他们可能是韩奎龙的人。连他都知道了？我不敢肯定，但是我能肯定的是，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如果你报警，肯定他会知道。到时候，你逃不掉的。你家里还有老婆孩子。那应该怎么办？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，阿宝绝对不能认罪。如果阿宝认罪了，韩奎龙一定会把和这个案子有关的人全部杀光，包括我和儿子，你和你老婆，还有2个孩子。记住，我们现在什么都不能说，阿宝也是。但我联系不到阿宝。为什么？上次那笔钱，他和他妈都不再相信我，连我老婆都盯着我。那周律师呢？周律师和我说了，他辞职不干了。喂，老文，你没事吧？喝点水。谢谢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好点儿？我没醉，只是心里有点压抑，不太舒服。对不起，我把你给我的案子搞砸了。你别傻了，打官司的事本来就是有输有赢的。你不是想放弃吧？有时候我也很想像师傅一样这么坚强。其实我没你想象中那么坚强。当我老婆去世之后，我整个人好像失去了方向感。我老婆是自杀的。我最放不下的就是，我根本就想不通，他为什么要自杀。
永远都想不通。我觉得师娘应该有她的理由。我相信你已经尽力了，但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都有答案的。这件事，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。我只想你知道，不管你做法官或者做律师，都不可以在人面前展示我们的弱点，因为这些弱点会被人利用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唐轩找过我，他还给我看了张照片，是一个被热油严重烫伤的年轻人。因为我去过旧城区，因为我接受过媒体访问，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的。你只跟我说马山宝偷车，但是现在已经牵扯到黑帮仇杀，我做不到，我真的做不到。唐督察只是在调查这起案子期间，抓了个疑犯。他现在唯一的目的就是想尽量找证据，去告这个疑犯。而很明显，他现在证据不足。你怎么知道？如果证据充足，就不用拿照片来吓唬你了。他们说马山宝现在很危险，对他进行保护性拘留是最安全的做法。他们这么说，只是想争取时间去审那个犯人，这些都是他们惯用的手法。你为什么要去旧城区？我去找马山宝不在场的证据。什么不在场证据？车祸发生的时候，马山宝正在偷另一辆车，这个就是他不在场的证据。喂，韩烈，这个是我的私人电话。直接找你，比打去警署快啊！他们干掉了我的人。是谁干的？我们正在查。我们的人被活活烧死，还要像垃圾一样扔在垃圾堆。他家里还有3岁的小孩呢，Madam。我说过了，警方在查。这还要查吗？除了戚长龙还会是谁？还有，我大哥的案子呢？你们也说在查。凶手呢？抓到了吗？那泼热油的案子，你们那边有没有独家的线索可以提供给警方啊？李少。叶少，叶少，已经派人去了铁头家安抚他家人，安家费也按照你的意思全部办妥。他跟了我这么多年，不管怎么样都好，让他走得体面一点。戚长荣这么嚣张，我们一定要以牙还牙。龙爷吩咐过，我们不可以擅自行动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请个保镖躲在家里当缩头乌龟啊？小烈，别那么生气。你大哥现在在医院，如果外面发生什么意外，吃亏的是我们。你要相信你老爸，他现在按兵不动，不是因为他胆小，他有他的计划。我不是不相信他，我是不相信那帮警察。我们可以收买黑警，戚长荣也一样可以。没人可以靠得住的，我只可以靠我自己。等等，你说什么？再偷另一辆车，什么不在场证据？
马山宝和你说过什么？不可以透露和当事人的对话，这个不是师傅你教我的吗？是，我只觉得马山宝有前科有案底，他说的话，不知道信不信得过。他还有另一个同党，我去旧城区就是为了找他。什么另一个同党是谁呀？叫什么名字？我想帮你分析一下。我知道，他也是来自旧城区的，比马山宝小1岁。那你找到他了吗？别提了，我一进去，他们就用扫把赶我走，不停地骂我。其实旧城区里面，大部分都是戚长荣的人，在里面得到的资讯都不可靠。我觉得你应该把精力集中在马山宝身上好一点。你也知道，他现在被单独囚禁，一定感到很孤独，很无助。如果连你都不帮他，就没人帮他了。我应该怎么跟他说呢？你最好叫他什么都别说，因为不管他说什么，都会被人误会。你是秦法官啊，曹太太，阿威在吗？除非你告诉我那天晚上你们和阿宝到底做了什么事。谁啊？那笔钱和那辆车是怎么回事？你快点告诉我啊！把手机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喂，阿威，一定要帮我这个忙，不然我们两个都死定了。在旧城有个叫小北的年轻人，17岁，家里开杂货店的，你认识他吗？是不是只要水啊？要不要吃东西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如果找到他，叫他先躲一阵子。旧城区我老婆比较熟悉，我问问他。见到他了吗？见不到他，他们说马山宝去了医疗室。我知道，你很珍惜和秦法官的交情，但不管是戚长荣还是韩奎龙，我们都惹不起他。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小北的人？17岁，家里开杂货店的。你找他干什么？不能说。你是不是不记得我们家里面还有2个孩子啊？我就是为了2个孩子，还有这个家，我没得选择。我先不回家了，我要去警署。什么？你等等。什么事？马山宝说过，是一辆老款的白色奔驰。我让他们查一下车上有没有马山宝的指纹，还有审问一下和他一起偷车的那个朋友。可信度高不高？其实我留了一手，你看。我拍的应该就是马山宝当时偷的车，只要找到那辆车，就可以证明马山宝不在场，同时也可以证明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。我的车
是那天早上不见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那天早上大约10点左右，我出门的时候，我的家附近发现了马山堡。什么？我在警署认人的时候，我已经跟警察说了。为什么你没跟我说过？因为我的尸车和那个车祸发生相隔2个小时。不是这件事，你是不是应该先跟我？这段时间可能发生很多事，可能是这是一个马山堡很重要偷了我的车的线索，也可能有人开了我的车撞到人。你为什么没跟我说你认出了马山堡？因为我不想影响你的判断，所以我没有跟你说。你是不是想放弃这个案子？3个小时前，我确实想放弃这个案子。你可以跟他说，是你叫我坚持的。你可以跟他说，你说马山堡肯承认未经车主同意使用其车辆这条罪，最多就判2年。你再要求缓刑，他可能3个月就放出来了。你觉得韩奎龙他会有耐心，让马山堡活着走出监狱吗？你是律师，你不是保镖。是啊，我是律师啊，你也曾是一名律师。律师的职责是要保护当事人的最大利益。对不起，师傅。我觉得这个案子有很多不对劲的地方，我会继续用我的方式处理这个案子。唐督察。我当时跟你说，车祸发生的时候，我当事人就是去偷这辆车。和马山堡一起的年轻人叫小北，17岁，也是来自旧城区，家里是开杂货店的。如果可以证明撞伤韩刚的不是马山堡，那韩奎龙就没有理由向旧城区开战了。旧城区我比较熟悉，我自己去就行了，你在这里等我。不行，这是我们2个人的事情，我和你一块儿去吧。我自己能解决得了，你还要做法院院长的，不要冒险。是我连累你的，我们一块儿去吧。那辆车应该就在前面。这辆就是这辆。阿威，阿威，啊，有警车来了，快跑！往哪儿跑？后面啊！快，走吧！
为何是因？